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焦虑？看着别人都有明确的目标，自己却还在迷茫，努力地规划着人生，却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害怕做错选择，结果机会像指尖沙一样划走。如果你正站在某个十字路口，请停留3分钟。这期视频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思考。2005年，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Steve Jobs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。那时的他刚刚经历了癌症手术，用最真实的经历为年轻人指路。乔布斯的观点1：连接点思维。你无法预先规划人生的轨迹，向前看时，每段经历都是点，只有回头看时，曾经的无数个点才能连成线。乔布斯在里德学院读了6个月就退学了，但他没有离开学校。出于好奇旁听了书法课，他说10年后，当我设计第一台 Macintosh 电脑时，这些知识全都派上了用场。 Mac 成为了第一台拥有美丽字体的电脑。所以不必先有完美计划再行动，这些看似无关的经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连结成线，这就是点，在事后连起来。乔布斯的观点2：热爱与失去。成就伟大工作的唯一方式就是热爱你所做的。有时候人生给你最沉重的打击，恰恰是最好的事情。乔布斯30岁时被自己创建的苹果公司解雇了，这个公开的失败让他想要逃离硅谷，但几个月后，他意识到他仍然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。被苹果解雇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事情之一。成功的沉重被初学者心态的轻松所取代，让我重新进入了人生最富创造力的时期。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他创立了 Next 公司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。皮克斯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脑动画长片《玩具总动员》。Next 最终被苹果收购，让他重新回到了苹果。如果你还没找到热爱的事儿怎么办？他的原话是：如果还没找到，就继续寻找，别将就。当外在的成功地位、他人期望都被剥离时，剩下的那个声音就是你的初心。我准备了3个问题让你自测，3个问题里命中2个以上，基本就是值得你长期投注的方向。第一，做这件事最枯燥的那部分，我也愿意扛吗？第二，做着做着会忘记时间吗？第三，被质疑或失败后，我仍想再试吗？观点3：生命有限，行动优先。乔布斯说，记住，你即将死去，这是我做重大抉择时最重要的工具。2003年，一张癌症诊断单让这个问题变得极其现实。医生最初告诉乔布斯，他只能活3到6个月，但可能是上天眷顾这个还要创造出 iPhone 5的男人。他最终被确诊为一种罕见的、可治愈的胰腺癌。乔布斯说，这次经历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，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最好的发明。它清理掉旧的，为新的让路。死亡意识不是让人绝望，而是让人专注。不要让他人的声音淹没你内心的声音。当你意识到时间有限时，你会停止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停止害怕失败，开始听从内心的声音。这就是行动优先的选择方式。不是因为完美才行动，而是因为生命短暂，不能等待。乔布斯的临别赠言是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。 他分享给我们的不是成功的公式，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。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你自己的答案。拆解大师的思维方式，让成长更高效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。我是 Stone， 我们下期见。